一般来说，当人停止心跳的几分钟后，身体就会开始衰败，免疫系统关门大吉，微生物放肆 party， 皮肤变色，肌肉腐烂，而最后难以辨认生前的模样。普通人都免不了这样的意思，但有些人不一样。为了使政权稳当当不会垮台，为了树立后代统治者的正当性，不管死了多久，就是不让你葬。像是前苏联的列宁、越南胡志明、北韩金氏父子、中共毛泽东都加入了死后不下葬名人堂。虽然不下葬，丧礼却办得一个比一个大。你看那人民哀痛欲绝，哭声震天，现场人如海潮，泪如涌泉。亲爱的领导，不要离开我们！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是台湾吧？差点忘记了，蒋氏父子也没有下葬啊。没错，即便今天的台湾号称是亚洲民主的灯塔，但民主救星仍然活在你身边。甚至2位蒋总统的遗体还放在全民买单外加有宪兵看守的陵寝之中。到底一个普通男人是如何成为神一般的男人，而政府又是如何让台湾人民买单，成为鬼哭神嚎的一份子呢？首先，就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940年代。我们是力量。1945年8月15日，蒋介石透过广播宣布抗战结束的消息，但他的烦恼没有跟着终结。到1949年这段期间，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做大，最后还直接建国。各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流血冲突也不断发生，当中包含影响台湾至今的228事件。过往可靠的美国老大哥，后来也拜拜 C 啊，不挺国民党了。国民政府内还腥风血雨，派系争权，好不热闹。最后蒋介石兵败如山倒，残存亦末路，只能一路退守到台湾。中华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啊！但好在转机出现了，别人家灰球组反而让蒋公有烤肉吃。1950年爆发韩战，中共来个抗美援朝和老大哥对干，让美国决心对抗中共，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。因此，美国的钱钱、坦克、面粉和面粉袋大内裤纷纷来到台湾，再加上照到不行的第7舰队，让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胁大幅降低。蒋介石也趁这个机会，努力将国民党改组进化，变身成只有我说了算的威权体制。是说聪明的小朋友还记得以前历史课教过的训政时期吗？不记得啊，没关系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为了推行宪法，要阶段性的以党治国。但这个党都大佬说了算，法律旁边站，而党控制的情报系统更进一步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，这都为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一波改组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威权体制 ，get。除此之外，孩子的教育不能等。来台前，国民政府就有一套党国教学心得，像是校园内的军训教育、10万青年10万军政策。来到台湾后，蒋经国更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，简称亲共团，不对，简称救国团。他们深入台湾校园建立组织，也参与遴选军训教官进入校园，教官从此成为大家青春期的共同记忆。2023教官们也要说再见了，呵呵。同时，别忘了国立编译馆的精彩课文：蒋公看小鱼，蒋公呛日本教官，蒋公引分身之术，蒋总统万岁喊10遍。不过，蒋总统当然也有害怕的事情，那就是自由中国不能亡，唯有维持民主国家的表象，才能得到美国的帮助、国际的认同。所以，对外要喊民主宪政，对内再用非常时期为名，用各种特别条款封印宪法。而为了树立威权，谁也不准怀疑自己。只要说不该说的话，看不该看的书，见不该见的人，统统抓起来再说。这导致许多程序出问题，判决没法理的审判满天飞。从228延续到白色恐怖，至今都算不出有多少人因此丧命，多少家庭因此残缺。又要讲这个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不能让它过去吗？也许很多人是这样想的，但如果事情都过去了，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怀抱痛苦呢？这就让我们来谈谈转型正义了。转型正义不是转换一种看待正义的方式，转型代表的是国家从威权转型到民主，这条路通常很难走，容易遇上大规模流血冲突，有些民主之路还因而中断。相较之下，台湾是幸运的平静转型，没有大冲突或激烈政变，代价则是没办法好好处理加害体系，因为当时的威权代表根本还在场上比赛，追究起来难上加难。两蒋带给台湾经济起飞，发大财最重要哦。的确，党国体制不全然只有威权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缅怀两蒋是因为那段岁月真的静好，要安静才会好哦。但你以为的攻击真的可以和曾经的过错相抵消吗？我们真的有办法因为自己相安无事，甚至生活富足，而不理会那些被国家机器无情伤害的人们吗？但另一方面，要阻止历史悲剧重演，绝对不是消灭国民党就能幸福快乐，而是我们认真的去还原历史的各种面貌，并试图理解人民在怎么样的情境下会交出权力，顺从威权。回过头来，当有更多关于过往的资料能够被解密，并且被人民接触，我们或许就能够用更多元的面貌去理解历史，并重新给蒋介石一个合适的历史位置。
而那个位置会是在慈湖陵寝中吗？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。